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东方秘境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仓颉造字。在遥远的古代中国，传说中有位睿智的皇帝，他手下有一位聪明细心的史官，名叫仓颉。仓颉肩负着国家的重要任务，负责管理庞大的文件资料，记录国家的大事小事。然而，在那个年代，纸和笔尚未诞生，甚至文字都还是一个梦想。仓颉怎么才能有效地记录呢？在仓颉的屋子里，他巧妙地利用了成千上万的绳子来帮助自己记忆。粗壮的主绳横挂在房间，从主绳上垂下许多细长的绳子，细绳上一些打了结，一些打了套，还有一些挂着五彩斑斓的贝壳。这些绳子就像是仓颉记忆的延伸，帮助他逐一记录国家的点滴。当时，结绳记是在这个古老的中国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记录方式。比如，一根洁白的主绳可以代表羊，下面垂着的细绳数量就代表羊的数量。一条细绳代表一只羊，两条细绳则代表两只羊。若要表示10只羊，只需在另一条细绳中间打个结即可。然而，仓颉的责任繁重，不仅要记录牲口围栏里的羊群数量，地窖里的粮食储备，还要记录一年里的祭祀活动、战争次数等等。仓颉感叹道：“我简直变成了一只繁忙的蜘蛛。”随着事情的日益增多，仓颉变得越来越烦恼。他开始思考，究竟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记录事物呢？某一天，仓颉无意间走进了一个孩子的身边，看到墙上画着牛、羊、陶器等图形。孩子在羊下刻了3个点，表示3，在陶器下方刻了一条竖线，然后在竖线中间刻上一个粗粗的圆点，表示10。仓颉恍然大悟，这个圆点不就是绳子上打的结吗？用刻划的方法代替结绳，真是好主意。于是，他立刻回去尝试照着孩子的方法实践。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仓颉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画图也并不简单，画老虎得像老虎，画得不好就像猫；画陶钵得像陶钵，画得不好就像碗。更何况，像祭祀、战争、纺织等抽象的事物又该如何画呢？有一天，仓颉跟随一位老猎人去打猎，他们来到了树木苍翠的大森林。猎人在一棵参天大树旁边停下，弯腰寻找地面的痕迹，喃喃自语，一直向前走，可以找到熊；往右边走，能够猎到鹿；往左呢，只能背回一些野羊。仓颉充满好奇地询问原因。猎人指着地面的痕迹说：“你看，这些都是鸟兽留下的脚印，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还有各种不同的形状，每一种脚印就代表一种禽兽。”仓颉嘴里默念着，一种脚印就代表一种禽兽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想到，我为什么不能用一些特殊的符号来代表事物呢？于是他回到家中，立刻开始设计用符号表示事物的方法。例如，要表示羊，只需画个羊头即可。采用了这种独特的符号表示方法后，仓颉发现，不仅能记录具体的事物如牛羊、弓箭等，还能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，如冷、快、远等。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方法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仓颉造字以后，
天空突然变得昏暗了起来，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。突然间，天空中下起了细密的雨点，如同粟米一般大小，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地面上。这些雨点落在了田野上的庄稼上，庄稼立刻枯萎了，如同被火烧一般，整个田野都变成了一片焦土。同时，随着雨点的落下，一阵阵幽怨的哭声也从四面八方传来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而且，这些哭声似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，像是无数鬼魂在哭泣一般。人们不敢出门，害怕被这些阴森的声音吓倒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们开始怀疑文字的力量，认为仓颉造字是触怒了神灵，带来了不祥之兆。即使受到整个世界的质疑，仓颉也没有因此放弃，依然坚定地继续着自己的创造。终于，他在自然界中寻找灵感，从而成功地创造出了人类第一批文字符号。仓颉不仅自己使用这些符号，还将它们传授给各部落的人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符号逐渐在国家范围内传播开来。经过许多人的补充、修改，这些符号最终发展成了最初的文字。仓颉造字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以文明著称，仓颉造字更是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深深的灵魂。仓颉造字不仅仅是一项创新，更是一项伟大的贡献。在仓颉之前，人们往往用简单的符号来表示事物，交流和沟通非常有限。而仓颉的字则是一套系统化、有组织的符号，不仅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意思，还能够记录历史事件、文化传承、人类智慧等等。正是由于仓颉的贡献，中国的文化得以广泛传播，中华民族的声誉也逐渐扩散到了全球。仓颉造字更是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。有了文字，人们能够更好地记录历史，传承文化，发明创造，推动社会进步。文字成为了人类智慧的载体，也是人类掌握知识的工具。正是因为仓颉造字，才有了伟大的文化瑰宝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等，才有了伟大的科学家、思想家如孔子、李时珍、牛顿、爱因斯坦等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高度赞赏仓颉造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，为他的智慧和创造力点赞。正是由于仓颉的造字之举，才有了今天的文明社会，才有了更开放、更自由、更平等的世界。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，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为人类社会的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，欢迎朋友们点赞支持，祝您生活愉快。